顾莫宁，我们分手吧。苏依稀，我是你的备胎吗？还是说，我是你无聊时的消遣？哼，顾莫宁，你把自己当成什么了？备胎？哼，你配吗？看清楚了，我是苏氏集团的大小姐，你是什么东西？一个穷学生，凭什么以为我能看得上你啊？小希，你再给我点时间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顾莫宁，你太天真了，你努力一辈子的终点都到不了我的起点，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请你以后不要再纠缠我了。莫宁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父母意外离世，二叔一家如今像饿狼一样盯着家产，不择手段。你现在待在我身边太危险了。莫兰先生来了！不要急，不要急。莫兰先生，你这位华尔街传奇投资人，这次回国你打算停留多久？不要急，不要急啊！堂姐，堂姐，你慢点，我看不见路。苏云溪，你一个瞎子，在我们家白吃白喝了6年，还妄想我带你去见诺兰先生，真是痴心妄想！别杵在这里丢人现眼了，赶紧给我滚开！求见诺兰先生的机会千载难逢，我可没时间在这里跟你浪费。你就在这里自己慢慢的看。堂姐，堂姐，堂姐，你别走！堂姐，雪溪，诺兰先生，请问你是靠着什么样的信念，在这6年内实现价值100亿的目标的？当然是靠着对一个人的恨意。天哪，一个能让你恨6年的人，他到底是谁啊？这是苏云溪，他怎么在这？老顾，你应该不会是旧情复燃，还惦记着人家吧？你想多了，我对他是有恨。小希，如果爱暂缓些温度，这场梦会自动退出。醒来后挽留你脚步，别走了，命运。谢谢，谢谢你。眼睛不好还出来乱闯，知不知道这样会妨碍交通，给人添乱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苏依稀，6年不见，你当年的骄傲哪去了？成了这副模样，让我连怨恨都显得多余。洽谈会快开始了，进去吧。刚刚是谁在说苏云溪怎样跟羽毛无关的？这么紧张他，还说不是旧情复燃？我做好事，扶残疾人过马路，不行啊？你是嘴硬。放心吧，我就算惦记你家的狗，都不会再惦记他。诺兰先生，我是苏氏集团的苏云墨，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？不好意思，有事请联系我助理。你好，需要帮助吗？你好，请问洗手间在哪边啊？请跟我走。谢谢。我去一下洗手间。
谁？别动，小心扭疤。好痛！苏云溪，上个体育课而已，怎么这么不小心？别动，小心扭疤。疼！莫宁，莫宁，你认错人了。是，他怎么可能是莫宁呢？莫宁那么骄傲的人，6年前被我那样践踏自尊，就算是我们再相遇，他也只会头也不回的离开吧。对不起，还有，谢谢你。我应该怎么称呼你啊？这不重要。喂，老顾，你这桃花运也太旺了。刚刚你走之后，有10几个老总拐着弯跟我打听你，问你有没有联姻的意愿呢？告诉他们，我没兴趣。这10几个老总可个个都是身家不菲的人物，能让你在国内增添不少助力。你真的不感兴趣？我经手的投资没有哪个是不成功的，需要靠联姻助力吗？那倒也是。别看这个苏云溪啊，他是个瞎子，可是他过人的本事啊，还是不减当年。那个吴氏的吴总可是愿意用1000万的项目来换取跟他联姻呢。吴氏的吴总，我听说他都60多岁了吧？反正他又看不见，是老是少，有什么区别？是啊，苏云溪都瞎了，有人要就不错了。苏一墨，可否引荐下令尊？诺兰先生，你找我爸是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既然有联姻的打算，现在觉得苏氏挺合适的。身价100亿的天才投资人诺兰，竟然想和我联姻？老顾啊，是谁说在1分钟之前对联姻不感兴趣的？闭嘴！你才第一次见这个苏云墨，就当众对人家求婚，你这辈子是认准了苏家的女儿吧？苏云墨，这可是诺兰先生啊！你要是不答应，我可就上了啊！我愿意，诺兰先生，我这就带你去找我爸。请。诺兰先生，幸会啊！来，坐。苏总，我有意跟苏家联姻，这份5000万的合约是我的诚意。诺兰先生年少有为，我把女儿托付给你啊，我很放心。这种婚事，我同意了。小莫，你可是出息了，这出去一趟就带着金龟婿回来。哎，诺兰先生，那咱们商量一下，你和苏云墨什么时候结婚呢？哎，小莫，你想什么时候结婚了？我觉得秋天就很合适啊，不冷不热的，正好适合办草坪婚。我想你们是不是搞错了些什么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要跟苏云墨结婚？你刚刚不是亲口说要和苏家联姻吗？我是要跟苏家联姻没错，但联姻的对象是苏云溪。什么？苏云溪？你怎么可能看上他呀？就是啊，乱兰先生，那个苏银溪是我那个早死的大哥的女儿，她就是个瞎子，什么也做不了。你要联姻，还是我们家云墨更合适啊？既然你们不同意，那我就取消合约。哎，等，同意呀？怎么能不同意呢？苏云溪啊，是我侄女，她有这么好的归宿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爸，闭嘴！这可是5000万的合约，
们谁都不许破坏。既然已经达成共识，那就让苏云溪准备一下，明天我来接她。老顾啊，老顾，你确实不是旧情难忘，你这是情根深重，无法自拔。我娶她只是为了报复她，你懂个屁呀！哦，我知道了，你这嫌他瞎的还不够，故意把人要过来，关在屋里继续折磨。老顾，好变态！好狗不挡道，走。苏连城，那诺兰可是身价100亿的天天投资人，你怎么能让孙熙嫁给他？行了，你们以为诺兰真的要娶她呀？爸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他嘴上就是联姻，但婚礼的事儿半句没提，无媒无凭就要把人接走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们还看不出来？难道他只是看上了苏云溪的脸，只是想跟他玩玩？这还用问了？一个正常人怎么可能娶个瞎子呢？何况是一个有钱有权的男人，怎么可能吃亏？这倒也是。哎呀，算了，这不管怎么说，拿个苏云溪换5000万，哎呀，也不亏呀。苏云溪，小溪，既然你都听到了，那我就直说了。我们苏氏因经营不善，需要联姻自救。今晚呢，你就收拾一下，明天有人来接你。不，我不同意。苏云溪，你爸妈死后，我们收留你在家白吃白喝6年，你也是时候该回报苏家了。没错，苏云溪，自从你瞎后，那公司都是我们在操心，所有的花销也是我们在供应。难道你想赖在家里吃一辈子白饭啊？你们养我，这栋别墅还有整个苏氏集团都是我父母留给我的。你们要是看不起我，为什么不从这里搬出去？苏云溪，我是你二叔，这就是你对长辈说话态度？你都要把我卖了，还要我把你当成长辈吗？苏云溪，你当真不嫁？我哪儿都不去。苏云溪，你别忘了，你亲弟弟还在国外上学呢。你说国外这么乱，他一个未成年，孤零零的一个人，如果我断了他的生活费，万一他遇到点什么危险，那可怎么办呢？你们威胁我？好侄女，我们是在劝你啊，作为晚辈，你啊还是识相点好。我已经瞎了，我不能再让弟弟出什么意外了。好，我嫁。老顾，一会儿我送你和嫂子去领证。不用了，先去医院。哟，这么上心呢？刚接到人就带去医院做检查。你想多了，他一个盲人又寄人篱下，谁知道这些年有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经历？我带他去体检，是防止有什么病。这个人，他是谁啊？既然这样看我，既然这么看不起我，你为什么要娶我呢？这种屈辱，早在当初答应联姻的时候就应该想到了，不是吗？嫂子，我来吧。笑什么？我像某些人，明明很在意，偏偏要嘴硬。随你怎么说。苏玉溪，如果你知道你嫁给了自己当初最看不起的人，你会是什么表情？不过我不会这么早让你知道真相的，这场游戏才刚刚开始。能感受到光吗？
不能。先生，请跟我来。病人目前是完全失明的状态，情况不容乐观啊。有复明的可能吗？具体情况还要等详细检查报告出来，再做进一步的分析研究。麻烦你了。没事呀，不客气。这个人带我来医院是想给我治眼睛，他好像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糟。检查没什么问题，走吧。我怎么称呼你啊？诺兰。诺兰，你是那个华尔街回来的著名投资人？是我。可是，你这么著名一个人，为什么会想着娶我呀？诺兰，你的中文名字叫什么呀？你不需要知道。为什么他给我的感觉那么像莫宁？我最近真是疯了，怎么总是把别人当成莫宁呢？我明明知道莫宁他不会出现的。你配吗？看清楚，我是苏氏集团的大小姐，你是什么东西？一个穷学生，凭什么以为我能看得上你啊？苏云溪，我终究还是等到你了，是这种不堪的方式。苏云溪，虽然我会娶你，但我不养闲人，你要认清自己的身份，尽好做妻子的义务。什么义务？现在给我换鞋。好。诺兰先生，连换鞋都做不好，动作那么慢，哼！愣着干什么？好。过来。好，我现在就过来。我找不到理由忘记大雨里的别离，我找不到理由放弃我等你的真心。有些爱越藏抽离，却越更清晰，而最放开我！怎么，不愿意？没有。听说6年前你在高中谈了个男朋友，你现在这么抗拒我，是还惦记他吗？17岁的我，总爱嘲笑着抬头看你
最后一题了，别管卷子嘛，管我吧。怎么管？怎么会走散？那时候最好的我们，又简单勇敢的天真，到现在夜空闪烁，只留下我一个人看烟火。那时候最好的我们，有明亮坚定的眼神。你说这些经过平凡而又深刻，却没见你留下任何的颜色。时间太久远了，他长什么样子我都不记得了。记不清了。顾莫宁，你可真是自取其辱。6年前他已经告诉过你，又何必多此一举呢？诺兰，他昨天晚上竟然没有碰我，他究竟是谁？为什么要娶我？有人吗？太太，您醒了啊？我是这家里的佣人，叫我王妈就行。来，先坐。王妈，你知道诺兰先生的中文名字叫什么吗？先生，我听徐浩先生说，太太是您的初恋。不是初恋，是仇人。妈妈，我不想让他知道我的身份，你在家不可以跟他提起我的中文名字。太太，先生的中文名字我也不太清楚，不过我看着先生他是很在意你的。在意？怎么可能？嫌弃还差不多，也不知道他娶我到底有什么目的。太太，你的行李箱我帮你整理一下吧。不用了，王妈，我自己来就行。又是卷子，卷子，你满眼都是卷子，你眼睛里都没有我啦。哪有啊？顾莫宁，你现在都已经是年级第1了，为什么还要参加这么多竞赛啊？那，送你的。什么呀？劳伦斯设计的新款手链呀！你哪来的钱买这个啊？竞赛第1名的奖金。你参加竞赛，就为了给我买这个？不然呢？顾莫宁，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呀？这辈子感觉没有人能再像你这样惯着我了。莫宁，你那么优秀，现在一定过得很好吧？而我只能依靠这些回忆，撑过往后无尽的黑暗。你在干什么？
你在干什么？没什么。哭了？你一个瞎子，跟着我有什么好委屈的？如果诺兰先生愿意放我自由，我感激不尽。放你自由？你是想流落街头吗？你以为你二叔还会接纳你啊？那就不劳诺兰先生费心了。别整天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。我花5000万娶你回来，不是为了看你这张哭丧脸的。既然这么看不起我，那为什么要跟我联姻呢？堂堂诺兰先生有那么多富家千金可以选择，为什么偏偏要选我这么一个废人？你到底是谁？有什么目的？你没有发问的权利。如果连最基本的信息你都不愿意坦诚，那请你现在就退婚。退婚？你做梦！如果说以前你还有选择的余地，但现在是我说了算。诺兰，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这样羞辱我？姑娘，你在家吗？姑娘，顾莫宁，姑娘，怎么不回我消息啊？诺兰，你是顾莫宁？是让你叫我名字的，赶紧给我想办法圆回去。我刚刚想说的是 Good morning， 早上好，嫂子，谁是 Good morning 啊？没什么，我刚才听错了。我先回公司了，你自己在家待着吧。苏云溪，别再发神经了！堂堂著名投资人诺兰先生，怎么可能会是莫宁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你先去忙吧。谢谢。太太，我下楼扔一下垃圾，马上回来。好。谁的手机啊？喂，我妈，送到西庄的别墅去大门，尽快。我妈不在啊。诺兰看起来好像很着急。你要认清自己的身份，尽好做妻子的义务。干什么啊？走路没长眼。哟，那真没长眼啊。对不起，你好，想问一下，别墅区大门是在哪个方向？这小瞎子长得倒是挺标致，既然是瞎子，那我岂不是做了什么？事后他都没法指认。别墅区大门呀？来，哥哥带你去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去找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你说不用就不用，晚了。刚才可是你先招惹我的。我没有，你放开我，你放开！喂，先生，不好了，太太不见了！什么？救命啊！救命！救命！放任了，身体
很救命！闭嘴！闭嘴！你谁啊你？我教你别多管闲事啊！孙一熙，你眼睛不好，脑子也不好吗？家里是装不下你吗？为什么非得跑出来添乱？诺兰，对不起，我没有想到自己现在连送衣服这种小事都做不好。你是来帮我送衣服的？先生，太太，妈妈，看好太太，下次的事不可以再发生。好的，先生。太太，操盘。眼睛不好，还出来乱闯。自从你瞎吼，那公司都是我们在操心，所有的花销也是我们在供应。难道你想赖在家里吃一辈子白饭啊？孙一熙，你眼睛不好，脑子也不好吗？家里是装不下你吗？为什么非得跑出来添乱？莫妮，我现在真的好没用啊！谁啊？姐，是我。家里2个月没给我打生活费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云舟，你先别急，可能是家里忘了，我去问一下二叔。喂，二叔，我是苏云熙，我想问一下云舟的生活费。家里的账不归我管，你问你堂姐。堂姐，我是苏云熙，我想问一下，家里为什么2个月没有给云舟打生活费了？苏云熙，你有没有搞错？你亲弟弟的生活费凭什么要我们出？你都嫁人了，问你男人要去。苏云墨，你别忘了，我跟弟弟才是苏氏集团的合法继承人，你只是代为管理而已。哦，那就更没办法了。苏氏经营不善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反正没有钱分给你。苏云墨，你别太过分了。我过分？是你过分吧？一个眼瞎的废人，对苏氏毫无贡献，还好意思要钱？我呸！苏。莫妮，我该怎么办？我好像已经没有其他办法了。先生，你回来了。妈妈，太太呢？太太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一整天都没出来。我去看看。苏云熙，诺兰，我想求你一件事，我想跟你借点钱，有急用。顾墨奴，你太天真了，你努力一辈子的终点都到不了我的起点，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请你以后不要再纠缠我了。求我？你想怎么求？
我说过，我娶你不是为了整天看你哭丧着脸的。这样可以吗？你早点睡吧。梦妮，我怎么这么没有用？我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呢？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。王妈，怎么了，先生？今天太太在家，有遇到什么事吗？先生，你刚进门我就想说了，下午我听到太太接电话，好像提到了弟弟的生活费。他弟弟，我知道了。姐，我收到生活费了，不过这次的转账人怎么叫诺兰？钱还特别多，是平时的3倍呢。诺兰？啊，云昭，你收到转账就好。你在国外要好好照顾自己，知道吗？放心吧，姐。诺兰，他帮了我，那我确实也应该像他说的那样，尽一些做妻子的义务了。诺兰，怎么了？我给你做了早饭。我弟弟的事，谢谢你。不用谢我，我说过了，不养闲人，这忙可不是白帮的。你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？只要我能做的，我都会尽力去做。先生，太太她本来就看不见，又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这长时间下去，这人的心里一定会生病的。您要是有空，还是多陪陪她，带她出门转转吧。晚上我要参加一场宴会，你陪我出席。晚宴，我眼盲之后，每次参加晚宴都会弄得很狼狈。不过，既然是诺兰的要求，好。礼服我会让人送过来，晚上我会来接你。老莫，有份文件需要你签一下。哟，这家里有人就不一样，这还有人给你带爱心早餐呢。我根本就不想带，苏云熙起了个大早，做好硬要塞给我，没办法，只好勉为其难的收下了。哼，跟我还装呢。既然这么勉为其难，那我替你吃。想吃找你老婆去。哦，我忘了，你没有老婆。不，老姑，你这就过分了，杀人诛心啊！
我都忘了，孙熙她看不见，做饭很难掌握火候，这根本不能吃。得，我帮你扔了吧。我就喜欢不熟的。唉，没救了，你这辈子算彻底栽在孙一熙手里了。这次参加晚宴，不知道又会遇上什么麻烦。如果给诺兰丢人了怎么办？先生，你回来啦。人们开始存在宇宙，黑夜和白昼。呼吸第一口气的咽喉，最怕命运小偷。坏和美好，我有血肉去感受。问宿命是否太多，就在持久在有种离不了不休。时间到了。恋人总会收到，牵手到，放手到，回首就该足够。我们到了。苏雨熙啊，你怎么穿成这副样子啊？你出门都不照镜子啊？哎呀，我忘了，还是个瞎子，照镜子怎么能看得见呢？妹妹，我们等到了，快往旁边让一让。苏云熙，我要是你啊，就乖乖待在家里，不出来丢人现眼了。诺兰先生，您来了。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太太，苏云熙。您太太真是漂亮又大方呢。没错，你们两个站在一起，看起来简直就是天生一对。诺兰先生好福气啊！这次竟然没有嘲笑我，谢谢大家。不是说诺兰跟苏云熙只是玩玩而已吗？是啊，这怎么还公开带出来了呢？走，我们去找这个苏云熙叙叙旧去。老顾，公司有个重要项目需要紧急决策。知道了。苏云熙，你在这儿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就回来。好。呀，这不是我的表妹苏云熙吗？眼都瞎了，还来参加宴会呢，还穿得这么张扬，是多怕自己的男人被别人抢走了？苏云墨，没错，是我。苏云熙，你之前还装出一副矜持自重的模样，怎么这么快你就原形毕露了？苏云熙这个瞎子，也就只能靠谄媚男人讨生活了。就是不知道他能让诺兰先生新鲜多久。你们，我确实是求了诺兰，才解决了弟弟生活费的问题。他们说的没错，我现在就是一个百无一用、废人一个。我和我太太的关系，什么时候轮到你们评头论足了？诺兰先生，苏云墨小姐，如果你们苏家对我太太不满，我可以撤销双方的项目合作，咱们以后路归路，桥归桥，互不相干。取消合作，那可是5000万的项目，如果因为我而被搞黄，我爸会打死我的。不，我没有不满。诺兰先生，你可千万不要撤销我们的项目啊！你们当众羞辱我的太太，
我凭什么跟你继续合作？我只是跟妹妹开个玩笑，如果诺兰先生不喜欢的话，那我以后就不多嘴了。玩笑？那我诺兰说的话可没有半句玩笑。对不起，诺兰先生，请你原谅我，赶紧道歉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你们该道歉的人不是我。小希啊，那都是堂姐的错，你别跟堂姐计较啊。你离我远一点。好，只要你能原谅堂姐，那堂姐这就滚。还不快滚！谢谢。闭上双眼，梦里的相见，看着你孩子般微笑的脸，再靠近一点。你是我诺兰的妻子，有人欺负你，你就不知道反抗吗？我之前不是没有尝试过反抗，可是一个瞎子的反抗有什么用呢？那你记住，有人欺负你，就是在损我诺兰的脸面，你给我硬气一点，听到了吗？诺兰看似态度恶劣，但从来没有真正的伤害过我，相反，他其实一直在帮我。我记住了。这是苏云溪，云溪，这是你啊！不好意思，请问您是？我是陆超啊，小时候住你家隔壁，跟你一起长大，直到初中才出国留学。出国前我还答应你，一定会回来找你那个陆超啊！你该不会不认识我了吧？陆超，真的是你啊！你回国了？没错，前些年你家里出事儿，我还特意回来找过你。不过你二叔他不让我进门，我就没见到你。苏云溪，不打算正式介绍一下吗？哦，诺兰，这位是陆超，我父亲是交好友的儿子。你是？我是诺兰，苏云溪的丈夫。云溪，你既然已经嫁人了，还记得小时候我们的父母跟我们开玩笑，给我们订娃娃亲呢。苏云溪是我的太太，请你说话注意分寸。我们走。诺兰，你怎么了？陆超，他只是我小时候的玩伴而已。备胎？你配吗？我是苏氏集团的大小姐，你是什么东西？一个穷学生，凭什么以为我能看得上你？玩伴？哪个正常的玩伴会拿娃娃亲开玩笑？是不是我没有主动提出娶你，你现在还眼巴巴的盼着和他联姻呢？你刚才也听到了，我们已经好多年没有联系了，我不知道你在生什么气。我没有生气。真的吗？那我想去问问他，陆阿姨和顾叔叔的现状，可以吗？随你。好。就能平息了脉搏，却忘了在逃什么。我的爱明明还在，转身了才明白该把心。让你嘴硬，怎么样？现在遭报应了吧？废什么话？喝酒。我会在沿海地带。诺兰，你喝多了，小心点。原来再也不用见，不用别人念沦陷。苏云溪，答应我，不要跟别人联姻好吗？
都跟你结婚了，怎么会跟别人联姻呢？答应我，就不许反悔，也不可以骗我。不反悔。Remember I love you boy 다신 볼 수 없다 해도 Because I love you boy Because I love you 爸，你是不知道那个诺兰他有多护着苏银熙，我就随便说了苏银熙几句，他居然就威胁说取消合作项目，还逼着我当众道歉。这个苏云熙竟然让诺兰这么伤心，我还真是小看了他。爸，这些年是因为苏银熙眼瞎了，所以我们才能掌控公司。他现在会不会仗着有诺兰给他撑腰，想要抢回苏氏啊？老公，那个诺兰可是个投资天才，他要站在苏云熙那边，那我们岂不是毫无胜算呢？要我说，当初就不该让这个苏云熙结婚，就应该把他一辈子关在家里。苏云墨，你明天去诺兰家把苏云熙给我喊回来。太太，你起床了？来，先坐吧。先生走前让我转告你，他说下午会提前回家，说是要带你去见一位从国外回来的眼科专家。眼科专家？王妈，是我的眼睛还有的救吗？太太，你别紧张，下午去见了医生就能知道具体情况了。对了，先生还让我把这张银行卡转交给你，说是太太无聊的时候让我陪着你去逛街。好，他怎么会对我这么好，好到让我像做梦一样？太太，我去开门。妹妹，我们又见面了。离开苏家之后，你这日子过得还真够舒坦。苏云墨，你又想干什么？妹妹，你这都多久没回娘家了呀？家里的长辈呢，都关心你的情况，让我来接你回去吃饭呢。我不去。苏云熙啊，这次喊你回去呢，是想跟你商量一下关于你弟弟的事情。难道你不要你弟弟了？苏云墨，你又想干什么？想知道吗？那就跟我回去。哎呀！喂，王妈，怎么了？先生，刚才太太的堂姐来家里了，把太太带回娘家了。苏家，他们竟敢上门找事！徐浩，帮我备车去苏家。窦云熙，公司有份文件，需要你签下名。快签。文件？那我需要拿回去，找人念过之后才能确定是否签署。别看了，直接告诉你也没关系，这是股权转让协议。股权转让协议？你们想夺走我父母留给我的股权？你们要拿走我的股权，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凭你马上就要嫁给诺兰了，这苏家的资产也该交给你二叔了。我不签，苏氏是我父母留下的产业，就算没有我，也还有我弟弟。
你弟弟孙熙，如果你坚持要把苏氏留给你弟弟的话，那就别怪我心狠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绊脚石只有被清除的命。你们，孙熙，我们给你找诺兰这么好的归宿，也够对得起你了。你乖乖的把苏氏让出来，我们皆大欢喜，不好吗？小希啊，二叔答应你，只要你签了字，以后啊，我再也不会为难你和你弟弟了。快签！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弟弟是我唯一的亲人，我不能拿他冒险。走。给我签！难道你想你弟弟跟你一样变成个废物吗？苏云熙，苏云熙，诺兰先生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来干什么？谁准你进来了？诺兰。别怕，我来了。你们要苏云熙把所持有的所有股权和名下房产全部转移给你们，并且签署1个亿的钱款。苏连成，你好大胃口！除了股权，还有房产和1个亿的欠款。二叔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诺兰，这是我们苏家的事儿，跟你没有关系。没错，这份合同苏云熙非签不可。苏云熙，我劝你好好考虑考虑你弟弟。云熙的弟弟云舟吗？你们还真以为他还在你们掌控之下？什么意思啊？奇怪，云舟的电话怎么打不通啊？多亏了你们见利忘义，不愿给云舟生活费，这才让我有机会查到他在国外的生活有多么窘迫。我已经协助云舟完成转学，云舟日后的生活就不必你费心了。怎么会这样？苏云梦，谁让你断了云舟的生活费了？我也不知道，怎么会这样？苏云熙，我们走。在爱的回归线，有期待回现。诺兰，我想我会开始想念你，可是我刚刚再见了你。我怀疑这奇遇是个错句后，我想我已慢慢喜欢你，因为我拥有爱情的勇气。苏云熙，你放心，他们以后再也没有办法威胁到你了。想感谢我的话，就乖乖去医院配合医生的治疗。好。苏小姐的眼睛耽搁得太久了。如果是6年前，我还是有9分的把握让她复明的，但是现在一点概率都没有了吗？不会的，医生，你再想想办法。倒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，如果我亲自手术的话，还是有6成的把握的。6成？医生，够了。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做手术呀？越快越好。你现在就可以回家收拾东西，随时准备住院。哎，对，另外最近要保持心情愉悦，放松心情，不用紧张。好，谢谢医生。来，我再看一下你的眼睛。嗯。
诺兰，医生，我先出去一下。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苏云溪，你就是顾慕宁？顾慕宁，这名字怎么听这么耳熟？我会好好跟他解释。你心里有数就行。你们这件事还是尽早说开比较好。放心，我明白。喂，你知道顾慕宁吗？他跟苏云溪到底什么关系啊？时隔多年又坐在一起，依旧像未曾分离那样亲密。慕宁，或许你早就把我忘记了，可我一直被困在6年前那个雨夜，就像毒入骨髓，深入肺腑一样，一直沉浸在无尽的遗憾和痛楚中。慕宁，我一直以为我的一生将永远定格在那个夜晚，永远暗无天日。可是我最近遇到一个很好的人，他脾气有点凶，但是却给我带来了无限的转机和希望。或许我也是时候该从过去抽离出来，继续往前走了。需要帮忙吗？已经收拾好了。好，那我们走吧。苏云溪家属啊，请过来一下，有些注意事项啊需要交代。好，你先在这等我，我马上就回来。好。诺兰，你回来啦？是我陆昭。陆昭，你怎么来了？云溪，我今天来是有特别重要的事情跟你说。你知道吗？你跟了一个什么样的男人啊？我知道呀，诺兰，他是著名投资人，我很早之前就经常听二叔提起他了。他的身份没有这么简单的。我所讲的所有注意事项都记录在这上面了，你们家属多注意一些，说不定病人会完全痊愈。好，谢谢医生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好，去吧。诺兰，他还能有什么身份呀？云溪，因为我最近担心你，我特意去查诺兰，结果我发现苏氏集团经营不善，有一大半是他的功劳。这怎么可能？诺兰之前跟苏家没有任何交集的。这是真的。苏氏集团订单不断流失，而抢走苏氏项目的竞品公司背后都有诺兰在持股操控。是你二叔他太蠢，一直没有发现。陆昭，这会不会只是巧合呢？诺兰他要是真的想吞并苏氏，他根本没有必要对我这么好呀。不，他是故意的。云溪，他近期给苏氏的5000万订单合同也和我猫腻。不，我不相信。谁？苏云溪，我是你二叔啊。诺兰给苏氏的订单合约根本没办法完成啊，他要求的货品配方里有一种原料已经被垄断了，苏氏根本没办法按时交货。陆昭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苏云溪，如果不能按时交货，苏氏是要赔偿天价违约金的。你快去跟诺兰协商一下，苏氏可是你爸爸打拼下的公司，你总不会看着他破产吧？诺兰，我二叔他说的是真的吗？苏云溪，你别着急，这件事我可以解释。老顾，可以啊，今年抢苏氏这么多单子，正常商业竞争，合法合规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苏云溪都被你带回家了，是不是该收手了？不，我不仅要继续打压苏氏，并且还要加大力度。不是吧？你就不怕苏云溪知道他跟你闹？我这么做
是为了能用最小的代价把苏氏彻底收购，然后把它完完整整的还给苏云熙。得，我多余操心你。苏云熙，你马上就要做手术了，现在不可以激动，你先冷静，我慢慢和你解释好吗？解释？你如果足够坦诚，你为什么不告诉他，你到底是谁？顾莫宁啊，顾莫宁啊！顾莫宁，陆昭，你在胡说什么呀？诺兰他怎么可能是顾莫宁呢？顾莫宁，事到如今了，你还不承认吗？云溪，你别着急，你想知道的一切我都会。我现在只想知道，你是不是顾莫宁？是。顾莫宁，你是顾莫宁，你是顾莫宁。如果这是真的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因为6年前你和他分手，他一直怀恨在心。这些年，他一直抢苏氏订单，打压苏氏，甚至和你联姻都是为了报复。这场联姻从一开始都是一场处心积虑的骗局。事情不是这样的。放开我！陆昭，你疯了是不是？苏云熙马上就要做手术了，情绪不可以激动。你现在这么刺激他，是想让他一辈子都看不见吗？云熙。莫宁，莫宁，商业洽谈会那天晚上给我包扎伤口的人，是不是你？是我。原来我没有猜错，真的是你。诺兰，你的中文名字叫什么呀？你不需要这个。诺兰，你是顾莫宁。顾莫宁，早上好，宝贝儿，顾莫宁是谁？是我太蠢了，我早该想到的。苏云熙，现在当务之急是你的眼睛。我怎么样相信你啊？关键词。我怎么相信你啊？顾莫宁，你干什么？云溪，苏云溪，是，我是骗了你。那你当初玩弄我真心的时候，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？莫宁，你那么优秀，现在一定过得很好吧？原来我当了这么久的小丑，陆昭，带我离开这里可以吗？好，我们走。还想干什么？别走！放手！苏云熙！兄弟，听我句劝，别再喜欢苏云熙了。那天底下好女孩这么多，何必在苏云熙这棵树上吊死呢？先让我冷静会儿。不是兄弟，我是真看不下去了。你可是顾莫宁，短短6年白手起家，从普通学生到商业新贵的诺兰，他苏云熙凭什么这么糟践你？放心吧，教训我已经吸取过了，以后我不会再犯贱了。类似的话我都不知道听了多少次了，这次希望你说到做到吧。莫宁，对不起，
对不起，我父母意外离世，二叔一家如今像饿狼一样盯着家产，不择手段。你现在待在我身边太危险了。顾莫宁，当初我狠心分手，只是为了保护你，没想到却因此让你记恨了6年，还处心积虑出手报复。你不知道真相，我无法恨你，但我从此也不可能爱你。姐，小谢，你还好吗？我没事，陆章。谢谢你收留我，不然我真的无处可去了。小谢，你跟我还这么客气？小时候你爸占我的房间睡觉，把我赶到客厅，也没见你这么客气过。小时候不懂事，现在长大了，哪还能那么没有礼貌呀？可是，我更希望你变回那个骄傲任性的小公主。已经回不去了。小时候的骄傲和任性，是父母的宠爱和托举给予的底气。自从父母离世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资格了。小谢，对不起。你瞎道什么歉呀？我们家的事跟你没关系。不，我必须道歉。小谢，我没能在你最艰难的时候第一时间回来帮助你，还让你承受了这么多年的黑暗。其实有件事为什么来着？什么？其实初中时我出国，是因为我家生意出了问题，濒临破产。这么大的事，你当时怎么没有说呀？10几岁的男孩子，这是最要强的时候，谁会愿意自己最喜欢的女孩子看到她最狼狈的样子？你说什么？没错，从那个时候起，我就已经喜欢你了。6年前得知你家里出事儿，我真的很着急。给你打电话也打不通，我就立刻回国找你了。但是你二叔他不让我见你，当时我家的生意又正值关键时期，我不能停留太久。陆章，没关系的，谢谢你让我知道这么多年还有人在记挂着我，我真的很开心。小谢，你放心，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，我家的生意已经步入正轨了。我爸妈和我马上就要回国定居了，我有能力照顾你，以后让我照顾你好吗，小谢？好吗，小谢？陆章，刚经历了顾莫宁的事情，我真的已经精疲力尽了，我确实没有力气再开始一段新的感情。抱歉，是我太着急了。没事的。对了，我记得你说顾叔叔和陆阿姨他们都回国了，他们毕竟是看着我长大的长辈，等你有空了，带我去探望他们一下。好，那我抽时间安排一下。顾莫宁啊，你简直就是个笑话！人家嫌弃你还上赶着帮他，现在好了，人家根本不领情。先生，我把太太落在医院的东西都拿回来了，您看是先放这里，还是收拾进屋里？扔了。啊？我说全部扔出去。先生，这样会不会不太合适？太太回来要是知道了，那她得多难受啊！我说的话是不管用了吗？对不起，先生，我这就照做。조금씩 변하고 있는 눈빛 苏文熙，答应我，莫宁，你能不能出息点，不要再想他了？都跟你结婚了，怎么会跟别人联姻呢？答应了就不许反悔。
不反悔。苏云溪，这是上辈子欠了我的。王妈，王妈，先生，您找我，我刚扔完太太的东西回来，已经扔了，扔到哪儿了？就在别墅区的垃圾箱那儿。你动作怎么这么快啊？算了，我去捡回来。刚劝他不要扔，现在又着急去捡，这何苦呢？喂，儿子，你作业好完成了吗？儿子，你一定要好好学习。爸爸这边看到有人在翻垃圾呢，特别可怜。如果你不好好学习，将来也是这个下场。需要帮忙吗？已经收拾好了。好，那我们走吧。这条手链不是我送给他的吗？那，送你的。什么呀？劳伦斯设计的新款手链，你哪来的钱买这个？竞赛第1名的奖金。你参加竞赛，就为了给我买这个？不然呢？顾莫宁，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呀？这辈子还有谁能像你一样惯着我呀？喂，许浩，你在哪？我们见个面，我有些事情想跟你打听一下。你别告诉我又是苏云溪的事吧？算了，你在家等着，我马上到。许浩，这些年你一直待在国内，你知不知道6年前苏云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大哥，今天是谁跟我保证说以后再也不惦记苏云溪了？这怎么才过了半天你就又反悔了？我觉得情况不太对。不对，那当然不对。当初抛弃你的是他苏云溪，后来他家道中落，自己又瞎了眼，差点被嫁给他那个60岁老头。就这，他还跟你发脾气，他凭什么？问题就出在这儿，既然是他亏欠在先，那为什么在他听到我是顾梦莹之后，却没有半点心绪恐慌，反而表现得那么伤心？还能因为什么？他早年看不起的人，如今变成了高不可攀的存在。他想着之前对你言听计从的，他那死去多年的责任心又被唤醒，脸上挂不住了。你看这个，怎么了？不是一条手链吗？等会儿，这看着怎么这么眼熟啊？我想起来了，这不是你高中拼命参加竞赛拿奖金给苏云溪买的手链吗？没错。这东西怎么又回到你手里了？今天在苏云溪的行李箱里找到的。不是吧，老顾？你还把苏云溪的东西收拾回来了？手链给我。老顾，这我就真看不下去了。之前你说要帮他，我想让苏云溪眼都瞎了，怪可怜的。他如果听话的话，养着就养着吧。但是他今天离开你，那你能忍，我都不能忍了。拿来。老顾，苏云溪这么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，你怎么还放不下他？你还留他东西，不就还想等他回来吗？徐浩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苏云溪真的从来没有在意过我，他为什么要保存这条手链？甚至他根本不知道我是谁，过来的时候都要带着他。说不定是随手保存的战利品，用来回味当年那个学霸校草是怎么付出一切讨他欢心的呢？你别忘了，他眼盲6年，在他看不见之后，在苏家连自己都保不住，长期保存一条这么小的手链，是件很容易的事吗？那倒也是，
但是如果他真的在乎你，当初为什么跟你提分手？我要是知道，我还要跟你打听6年前的事情啊。当初我跟他分手以后，很快就去了国外，之后对苏云溪的状况一无所知，连他眼毛都是回国之后才知道的。我现在非常怀疑，他当初跟我提分手是不是有什么苦衷啊？6年前，我只记得你出国后不久，就传出了苏云溪家里出了事，股权变更的事。过了很长一段时间，都没有人见过苏云溪。又过了小半年，等他再回来时，就已经眼盲了。徐浩，你派人查清楚6年前苏家到底发生了什么。这么简单的事，你为什么不打电话给苏云溪问个明白？他要是愿意说，还需要隐瞒6年吗？再说了，如果真的有什么隐情，你要去揭他的伤疤吗？行，我这就去查。好了，我已经奔不下去了。不过老顾，作为兄弟，我得提醒你，别抱太大希望。如果查出来你和苏云溪分手的事没有内情，别受太大打击。放心吧，我知道。走了。雨熙，我已经和我爸妈联系过了，我妈知道你在我这儿后，说一会儿就过来看你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，我好久没有见到陆阿姨了。是陆阿姨来了吗？你坐就好，我去开门。妈，算我求你，看在逝去的云叔叔的份上，以后除了观音小溪，什么都不要提，好吗？行了，妈心里有数。小溪啊，让阿姨看看，几年没见了，真是越来越漂亮了。陆阿姨，您跟顾叔叔这些年还好吗？好，都挺好的。小溪啊，阿姨前段时间好像听说你跟那个很有名的投资人诺兰订婚了。妈，对。不过我后来发现他有些事情瞒着我，就离开了。小溪啊，你现在这样的情况，阿姨就直说了。你看，你眼睛不方便，你这辈子都需要别人照顾。你们能别说了？如果我今天来这儿是为了跟小溪说这些的话，那你们还是回家吧。怎么？小溪现在情况特殊，正是需要别人建议的时候。我作为长辈，指点几句，难道不应该吗？小溪现在父母不在了，我说这些也是为了她好。你说话能不能注意点？陆钊，没事儿，我知道陆阿姨她是关心我。你看，小溪现在比你懂事多了。小溪啊，你听阿姨一句劝，你现在这样的情况需要别人照顾。诺兰他有钱又年轻又帅气，这是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对象，可他偏偏又喜欢你，这么好的缘分，你可要把握住了。陆阿姨，我跟诺兰的事没那么简单，他并不是真心想跟我在一起的。苏云溪，这就是你看不开了。你现在这样的情况，要考虑什么真心不真心？你首先要考虑的是怎么好好过完你的后半生。你听阿姨一句劝，你趁现在年轻漂亮，得好好想办法抓住诺兰的心。妈，你们能不要逼他？现在的年轻人啊，一个两个的都不省心。陆钊，我前段时间给你介绍的蔡家千金，你们不都见过面了吗？你能不能上点心呀？赶紧把婚事给我定了。妈，我不是和你说了吗？我对蔡小姐没有任何想法，去见她也是完全为了照顾你的面子。怎么，那蔡小姐哪里不好了？无论是出身还是学历，哪里配不上你了？妈，你一定要在这里说这些吗？陆钊，我是你妈，我怎么可能会害你？陆钊，陆阿姨，你们聊，我去一下洗手间。要不要我带你去？不用了，这里我都已经很熟了，我自己可以。
妈，你进门前怎么说的？咱们家濒临破产是云叔叔拉了我们一把，现在云溪有困难了，你不帮他就算了，你还说那么多难听的话。好你个陆昭，你是想说你妈我恩将仇报是不是？难道不是吗？好，你云叔叔当初是对我们不错，但是这不代表着我要为了这点恩情牺牲你一辈子的幸福。妈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陆昭，就你那点心思，谁看不出来啊？你不就是想和苏云溪在一起吗？我告诉你，我绝对不同意，我和你爸都不会同意的。妈，我已经长大了，我有能力解决我自己的事情。你要是敢跟苏云溪在一起，我和你爸就不认你这个儿子。妈，你怎么这么讨厌苏云溪？明明小时候那么喜欢他，还说要跟我弟娃娃亲呢。小时候能和现在一样吗？那个时候苏云溪他是个正常人，现在呢，他是个瞎子，一辈子都需要人照顾。那又怎么样？我愿意照顾他。6年前小七出事的时候，我明明已经回国了，你们却说咱家公司正在发展的关键时候，逼着我离开他。现在公司稳定了，我有能力养他一辈子。养他一辈子？陆昭，我和你爸把你生下来，费尽心思培养你，给你最好的生活和教育，不是为了让你被一个瞎子给拖累的。我不认为他是拖累，不是拖累。陆昭，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公司再次经营困难，他苏云溪能给你提供什么样的帮助？如果真的有那一天，我不需要小溪为我承担任何困难。陆昭，你怎么这么天真？我们家已经经历过一次破产了，你有没有吃够教训？咱们家落魄的时候，多少目的不纯的人落井下石，又有多少看笑话的闲言碎语，你都不记得了吗？陆昭，你也知道，除了苏家，你舅舅们也都尽力的帮扶陆氏。假如你爸当初娶的不是我，你觉得我们家能够挺过来吗？这些事儿不都已经过去了吗？现在公司发展良好，舅舅们的恩情我们也回报了。可是苏家的恩情呢？我们管过吗？陆昭，谁都不能保证自己一辈子不再会遇到困难的时候。我让你娶蔡小姐，是因为双方门当户对，你们俩在一起是对双方家庭长远发展最有利的选择。妈，难道你一定要牺牲我的个人感情，让我跟一个不喜欢的女孩子在一起吗？我是你儿子。不，儿子，如果你实在不喜欢蔡小姐，妈可以给你介绍其他家庭优渥的女孩子，甚至不够门当户对，但自身条件好的女孩子，妈妈也可以接受。但是她苏云溪绝对不行。你的意思是，除了云溪，谁都可以？没错，我是这个意思。妈，你怎么能这么势利啊？妈，你这么做跟当初那些拜高踩低的人有什么区别啊？陆昭，我为你付出那么多，你为了一个苏云溪，就这么跟妈妈说话吗？我说的有错吗？当初咱们家落难了，除了舅舅，就只有苏家没有落井下石了。现在苏云溪落难了，你就这么对他吗？因为世道它就是这么现实，我可以报恩，也可以帮助苏云溪，但是为了你这辈子的安稳，我无法忍受一个已经人生被毁掉的人也把你拉进泥潭。陆昭，你别怪妈妈狠心，我知道苏云溪她可怜，她是我从小看到大的孩子，我怎么可能不心疼？你仔细想想，如果我一开始就不同意，6年前我又怎么会让你回国呢？可是妈，你既然也心疼云溪，为什么坚决反对我跟他在一起呢？你知道吗？我已经为苏云溪打破很多底线了。我想过的，就算他父母双亡，家道中落，可他毕竟是富家千金，眼界见识还在的。只要他人好好的，我们都愿意接纳他。我都打算好了，
把他接到陆家，好好培养，他以后还是可以协助你打理公司的。可谁知道，他怎么偏偏就瞎了呢？所以6年前你和我爸知道他看不见后，立刻催我回去是这个原因啊？没错，我们看在苏云熙父母的份上，哪怕他苏云熙一无所有，我们都不介意。可他不能是一个残疾的废人，他这种情况，就算是在普通家庭都很难接受，更何况是我们陆家呢？妈，你怎么这么残忍啊？6年前是云熙最艰难、最需要帮助的时候，你不想让我跟他在一起就算了，当时还逼我离开。6年前苏云熙刚瞎的时候，所有人都避之不及。你要那个时间点出现，那就是他的救命稻草，他怎么舍得放手？你是怕他缠上我？没错，有的麻烦既然不能沾染，那一开始就别碰。 6年了，我已经感受过太多人性凉薄，世态炎凉。我以为我早就已经习惯了，可是现在我为什么还是这么会心痛，这么难过？陆钊，你知道的，6年前我们不让你出现，其实也是为了苏云熙考虑。既然你们注定没有结果，那索性一开始就不要给他希望。妈，你知不知道当时的我多么希望他能缠上我？你说什么？你再给我说一遍！我说，当时听你们的话离开，是我这辈子做过最后悔的事儿。妈，我向你保证，我以后一定努力经营公司。妈，你操心，你就答应我，让我和苏云熙好好在一起，好不好？陆钊，你怎么能这么自私呢？你有没有想过，苏云熙她现在这种情况，万一你们有了孩子，别人怎么看她？妈妈是个瞎子，你让她在同龄人的面前怎么能抬得起头？谁敢这么说，我就让他付出代价。你因为一时的喜欢，就什么都不管不顾了吗？没错，你说的这些顾虑，在我眼里什么问题都不是。如果因为没有联姻而使我的生活变得拮据艰难，那是我的能力不足，和苏云熙没有任何关系。我苦口婆心的说了这么多，你是一句都没有听进去吗？你。妈，我已经长大了，我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。陆钊，小希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过来好一会儿了，你们刚才说的话我也差不多听到了。小希，对不起啊，我妈她……陆钊，你不用道歉，我倒是有些话想跟阿姨解释一下。您放心，我是绝对不会跟陆钊在一起的。说的是真的。小希啊。陆阿姨，看来您还是不够了解我。其实就算是您不反对，我也是绝对不会拖累陆钊的。不仅是以前不会，就算是6年后的现在也不会。你嘴上逞强倒是容易，真回到那个时候，谁知道你会怎么做？陆阿姨，您大概不知道，我跟诺兰他很久之前就认识了，他是我6年前的男朋友。你是说你6年前有男朋友？是。这么说也是哈，诺兰这么优秀的男朋友，你还需要选择别人吗？陆钊，你听到没有？人家小希有更好的选择呢。诺兰，他算什么更好的选择？小希，你别忘了，他跟你在一起就是为了报复你。陆钊，你给我闭嘴！是，他是为了报复我，但那是因为6年前我父母意外去世，我知道自己处境危险，为了不连累他，用了让他最不堪的方式逼着他离开我，所以才让他记恨到现在。你知道你会出事，你还跟他分手？是的，陆阿姨。是的，陆阿姨。所以您放心，您看，我当时连最心爱的人都不想连累，想方设法的逼着他离开，现在又怎么会纠缠陆钊呢？既然有这种事呢，我都不知道，都怪这个臭小子，发生这么大的事儿，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，害我误会小希了。陆阿姨，我父母他们虽然已经去世了，但是他们教给我的为人处事之道，我一直都记得。这些年来，我从来没有向谁求助过，也没有让谁为难过。我之前跟陆钊说想见您跟叔叔，也是因为觉得您是我最敬重的长辈，出于礼节，我应该拜访，没别的意思。你这孩子说的什么话呢？我跟你陆叔叔肯定是愿意见你的呀。
但是现在看来，我提出这样的要求，给您造成了一定的负担。陆阿姨，您放心，2日之内我就从陆昭这里搬走。搬走？你搬去哪儿？云溪，你二叔不安好心，苏家你回不去。诺兰又居心不良，难道你要去他那儿吗？放心吧，这6年的时间，我都一个人走过来了，没有什么不能解决的。你这孩子说这话倒显得我多刻薄似的。我刚跟陆昭也说了，你父母对我家的恩情我认，只要你不跟陆昭在一起，我是愿意用其他方式报恩的。那这里有500万，是你父母之前借我们的款项，我在来之前就准备好了。你拿好。既然是欠我父母的款项，那我便收下了。其实你也不用着急搬走，我没那么不近人情。既然我们把话都说清楚了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小希，我知道我爸妈做的很过分，也很对不起云叔叔和阿姨，我替他们向你道歉。但是你一定不要走出这儿，你离开这儿，处境只会更加艰难。陆昭，你愿意帮我个忙吗？什么忙？你说，只要我能做到，我一定帮你。把我送回医院吧。你要去找诺兰？我不是还想跟他继续纠缠，只是他帮我联系的医生确实是眼科界的权威专家。你妈妈刚才说的没错，一个眼盲的残疾人确实会拖累别人。我不想这样子，我想治好眼睛。那如果诺兰再次找上你，只要能治好眼睛，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，我都不在乎。反正我也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。你就这么确定诺兰找的医生可靠？我其实不是相信诺兰，我只是相信那位眼科界的权威专家一定会对他的病人负责的。好吧，我也确实了解过这位医生，世界范围内确实找不到比他更好的眼科专家了。不过，你想说什么？雨欣，你刚刚说你和顾莫宁分手是为了保护他，他现在已经事业有成了，那你为什么不把事情告诉他，解开你们之间的误会呢？或许他出于愧疚，能停止对你的报复，甚至能弥补善待你呢？真没想到，这种话会从我的嘴里说出来。不用了。为什么？我现在已经不期待任何人对我抱有最纯粹的真心了。顾莫宁他报复我，到底是出于之前被伤害的自尊，还是真正是因为商业利益？谁知道呢？我也不想验证，也不想知道结果了。好，那我现在送你去医院。老顾，我刚刚收到消息，苏云熙回医院了。走，去医院。刚刚问过医生了，苏云熙明天做手术。帮我去趟收费处，把他需要的费用预存进去。怎么？你怎么不进去？手术前不宜激动，我就不刺激他了。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在意你，还不一定呢。我真没想通，
你都在他手里吃了多少次亏了，怎么还这么死心塌地啊？其实不重要了。我恨了苏云溪6年，这意味着从始至终我都没有放下过他。看出来了。在回来之前，我总想着要报复他，叫他后悔当初辜负我。但后来，我发现我根本见不得他受委屈。这个我知道。你说的没错，在苏云溪这里，我已经彻底没救了。尽管他当初对我只是玩而已，我也认了。所幸，我根本就做不出真正伤害他的事。终于不嘴硬了，让我说你点什么好？你说你明明那么优秀一个人，怎么就想不开呢？喂，什么事？啊，我知道了。老顾，查到苏家的消息了。什么消息？我们查到了6年前从苏家离职的佣人赵阿姨，她是照顾苏云溪长大的晋生阿姨。起初我们跟她打听苏家的事，她一句不愿多说，直到我们提到了你的名字。她知道我。赵阿姨说她希望能跟你见一面。好，什么时候？赵阿姨今晚就到，连夜赶过来。有关于苏云溪的事，今晚就能彻底弄清楚了。走，回去。苏云溪，你的手术时间提前了，今晚就进行手术，赶紧准备一下，准备进手术室。好。帮我问一下，人还有多久到？大哥，15分钟之前我已经刚问，2个小时之内你已问我8遍了，吹这么急，C 的油门都快踩到底了。等等，那就先别问了。啊？这种时候安全为重，不能出任何岔子。我去开门。老顾，赵阿姨到了。你好，我是顾莫宁。你就是顾莫宁，好好，长得真是一表人才，难怪我们家小溪那么喜欢你。赵阿姨，您说苏云溪她喜欢我？阿姨，你确定没有弄错吗？云溪如果她喜欢我的话，当时又为什么会跟我分手呢？没错，当年我离开苏家之前，顾莫宁这个名字，小溪日日在我耳边念叨，我怎么可能搞错？孩子，我知道你可能有很多疑惑，这些我都可以慢慢跟你讲。赵阿姨，您坐。阿姨，您能告诉我关于6年前的一切吗？6年半以前，小溪的父母还没有离开的时候，我发现这个我一手带大的孩子每天都格外开心。在我的追问下，小溪偷偷告诉我，他也爱了他喜欢的那个人，叫顾莫宁。他提起我时，他开心吗？那段时间是小溪脸上笑容最多的时候，我只是看着他，就能感觉到他很幸福。可惜，小溪的快乐持续了不到半年，他们家就遭遇了巨大的变故。小溪的父母突发车祸，性命垂危。他的二叔苏连成带着一众股东在抢救室外宣称要接管苏氏。那个时候，苏云溪和老顾还没有分手。没错，
小溪是个聪明的孩子，他知道苏连成居心不良，他甚至怀疑他父母的车祸到底是意外事故还是人为造成的。只是这件事没有证据，再怎么怀疑也没有用。顾莫宁，我们分手吧。苏一溪，我是你的备胎吗？备胎？你配吗？你看清楚了，我是苏氏集团的大小姐，你算什么？一个穷学生，你凭什么以为我能看得上？原来他跟我分手的时候处境竟然这么艰难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他当时说的话一定是违心的。这么大的事，他竟然一声没吭。那时候你们都只是学生，他说出来又有什么用呢？所以他就选择分手，自己一个人面对。是啊，小溪知道他二叔居心不良，所以咬死了不愿意将公司交给他，他一个人在抢救室外苦苦支撑了好几天，直到他父母抢救失败，先后被宣告死亡。什么？苏云溪他对自己怎么会这么残忍？当时因为小溪不愿意放弃公司继承权，苏连成就开始威胁他，说他有的是办法达到目的。紧接着先是我送饭的时候被人推下楼梯，险些摔断腿，然后是他弟弟食物中毒，在抢救室洗胃。小溪意识到，因为他身边的人都已经处在危险中。那天小溪抱着他年幼的弟弟，哭着跟我说他好害怕，他不能想象他二叔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。那时候小溪他也只是个刚成年的孩子啊，他没有能力和二叔对抗，他又不甘心将父母的公司轻易拱手让人，他更担心自己身边的人受到伤害。于是他选择了一个最傻的方法，他赶走了身边他所有他在乎的人，自己一个人去承受这一切。所以他把弟弟送到国外上学，把您辞退，然后又用最决绝的方式跟我分手。我原本是不愿意走的，是他联系了我老家的亲属来接我走。我走那天听到他在跟你通话，他约你晚上见面，他声音那么平静。事实上他明明手已经抖得都拿不住手机了。竟然是这样，都怪我那天晚上为什么就一点不对劲都没有察觉到呢？没错，不怪你。小溪是个要强的孩子，他既然不想让你发现不对，他肯定会隐瞒的滴水不漏，彻彻底底。这些年我一直都放心不下他，我总在想啊，这孩子这些年到底过得好不好？他和他喜欢的男孩子有没有解除误会？所以我一听到你的名字，我立刻就决定一定要来见你。好孩子，小溪告诉我，你是他见过最优秀的人，无论做什么都非常出色。他还说你一定会成为非常厉害的大人物。今天我见到你，我相信小溪的眼光没有错。我等不起他的夸奖。孩子，你告诉我，小溪他现在怎么样了？我对不起他。赵阿姨，云溪的情况由我来跟你详细聊吧，让老姑冷静些，我们去找个咖啡厅坐一下。好。
这些年你在我不知道的地方，心里该有多痛啊！谢谢。眼睛不好还出来乱闯，知不知道这样会妨碍交通，给人添乱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6年前，你当年的骄傲哪去了？成了这副模样，让我连怨恨都显得多余。顾梦宁，你就是个蠢货。顾梦宁，你明明亲眼看到了6年前那么骄傲张扬的苏云溪，变成了这么怯懦隐忍的样子，你竟然没有察觉到任何不对劲，竟然还沉浸在那些可笑的怨恨中。顾梦宁，你就是个蠢货，就是个彻头彻尾的蠢货。他一个盲人就寄人篱下，谁知道他这些年有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经历？我带他去体检，是防止他有什么病。我怎么能在别人面前说出这种诋毁他的话？苏云溪，虽然我会娶你，但我不养闲人。你要认清自己的身份，尽好做妻子的义务。真是个混账！现在给我换鞋。好。顾梦宁，云溪承受了那么多委屈，却还要在你面前遭受这种羞辱，因为你的恶意，他连自己面对的是谁都不知道。当时他该有多害怕呀！你在干什么？没什么。哭了？你一个瞎子，跟着我有什么好委屈的？沈西在这个家，连一句善意的话都没听到，也难怪他会失望离开。难怪他会失望离开。如果诺兰先生愿意放我自由，我感激不尽。放你自由？你是想流落街头吗？你以为你二叔还会接纳你啊？那就不劳你费心了。别整天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。我花5000万娶你回来，不是为了看你这张哭丧脸的。苏云溪，你眼睛不好，脑子也不好吗？家里是装不下你吗？为什么非得跑出来添乱？诺兰，对不起，我没有想到自己现在连送衣服这种小事都做不好。你是来帮我送衣服的？小溪，这段时间你一定很委屈吧？明明什么都没有做错，却还要承受我的恶语相向和故意为难。诺兰，我可以求你一件事吗？我想跟你借点钱，有急用。求我？你想怎么求？
我说过，我娶你不是为了整天看你哭丧着脸的。这样可以吗？我估计不见。孙一熙，你眼睛不好，脑子也不好。小希，明明什么都没有做错，却还要承受我的恶语相向。老顾，我刚刚接到医院那边的电话，云溪的手术时间提前了，现在他已经做完手术了。走，去医院。有人吗？我在这里。手术成功了吗？苏小姐，你就放心吧，手术很成功。你就放平心态，保持心情愉悦，过几天就可以拆纱布了。真的吗？那真是太好了，谢谢您，医生。老顾，你不赶紧进去，站在这干什么？我就先不进去了。为什么？你去跟苏云溪解释啊！既然他心里一直有你，那你就赶紧告诉他，你根本就没有真正的伤害过他。他刚做完手术，不适合听这些消耗心力的事情。等过几天，他手术彻底好了，我再跟他解释。那好吧。云溪，你怎么样？陆长，我能看见了，我能看见了。陆长，好久不见。苏小姐，你的视力刚刚恢复，注意近期尽量不要流泪啊。好，我不哭，我忍住，我不哭。复明了，太好了。小希，不知道下次见面的时候，你会对我说出那句“好久不见”吗？小希，要是我早点发现这6年错过的真相，刚刚你在里面拥抱的人，是不是就会是我了？奇怪，为什么我刚才忽然觉得有个人应该会出现在这里呢？云溪，你在看什么？没什么。医生，我可以出去转转吗？当然，你可以四处走走看看，但千万注意别用眼过度就好。好。苏云溪，你在期待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呢？你现在终于复明了，可以重新过好这一生了。小希，你之后有什么打算？我打算尽我所能，把之前失去的全都拿回来。6年前那场意外来得太突然了，加上我年纪小，才让二叔他们插了空子，夺走了苏氏。以后我要继续我的学业，好好提升我的商业能力，慢慢积累经验，直到有一天能把苏氏重新夺回来为止。好，只要是你想做的事儿，我都可以帮你。不用了，这段时间你一直陪着我，我已经很感激你了。这么客气吗？我妈说的话到底还是让你介意了，是吗？其实我理解陆阿姨的。其实，在这么多年以来，陆阿姨已经是对我相对比较善意的人了，而且她还还清了多年前的欠款，这对我很重要的。小希，
你现在复明了，我爸妈他们绝对不会再对你有任何偏见了。陆钊，我在陆阿姨面前承诺过，我不会跟你在一起的，我是认真的。我知道了。那你之后要去哪？什么时候出发？我打算出国，越快越好。在我没有足够的能力能夺回苏氏之前，不适合再跟二叔他们正面碰撞。我打算明天就走，以免他们知道我复明的事情，再动什么歪心思。我明白了，那以后我们随时保持联系啊。保持联系。嗯。老顾，你可真能沉得住气，竟然能忍到今天才正式跟苏云熙见面。快看我一眼，我今天这身可以吗？可以，放心去吧，一会儿我帮你作证，一定把事情解释清楚。好，走。护士，住在这里的苏云熙去哪了？苏云熙今天出院，已经走了。今天出院？这么快？我去，怎么不通知我啊？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，请查证后再拨。顾莫宁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苏云熙去哪儿了？他的手机号为什么注销了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他手机号注销了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就凭我跟云熙已经约定联姻了。陆总和云熙的联姻是和苏连成达成的合作吧？你有问过云熙的意见吗？云熙的意见，我自然会去沟通。陆钊，他刚刚复明，情况还不稳定，你把他藏哪儿去了？你死心吧，我不会告诉你。干什么呢？顾莫宁，你休想从我的嘴里得到关于云熙半个字的信息。你想见他，你死心吧！我告诉你，就算没有你，我也有的是办法找到他。陆钊，你以为你这么做就真的在为云熙考虑吗？怎么？难道我要把云熙交给这种两面三刀，一边带他回家，一边打他苏氏小人吗？你看到的都不是真相，顾总从来没有伤害过云熙半毫。我没时间再听你们在这里胡言乱语。陆钊，你还要耽误苏云熙到什么时候？你说我耽误云熙？云熙被你们蒙在鼓里这么久，如果不是我，你们还要把他拖憋到什么时候？你这种卑劣小人，你有资格指责我吗？你没有耽搁小溪，那请问，在我想方设法帮小溪复明的时候，你做了什么？你不顾小溪即将手术，将一切捅到他面前，还让他在术前离开医院，你这是在为他考虑吗？你知不知道，给云熙动手术的眼科专家是顾总捐了一所研究院，包专机专门请过来的吗？你不过是发现了我和苏氏的一些浅显关联，就自以为抓住了把柄，跑到小溪面前找存在感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苏氏现在是苏连成把持，我这么做是为了帮他。我怎么知道你们说的是真假的？你再怎么不愿承认，也改变不了你为了在他面前抢风头，不顾他处境的事实。我没有。那请问，小溪家中出事的时候，你又做了什么？6年前，你的家境和起点比我强上太多太多。但凡你真的愿意付出心力想帮他，今天和他联姻的，轮得到我。你不是消息挺灵通的吗？那你有没有打算到，如果不是顾总出手，云熙就要被他那个二叔嫁给吴氏60岁的老头子了？
你说什么？陆总大概是不会知道这些事情的，因为你只是因为公司业务顺势回国，然后在晚宴时候遇到了他。在此之前，你根本没有刻意打探过小溪的消息。如果不是顾总，你根本看不到云溪。从知道他处境的那一刻起，我就没打算看他继续落魄下去。你呢？捂着耳朵蒙上眼睛，装作不知道他的苦难，然后靠着挑拨离间这种阴险手段，就想要从我手里抢走他。你做梦！6年时间，我白手起家，从一个普通学生成为今天身价超你们陆家100倍的投资人，不管是能力还是对他的心意，都比你拿得出手100倍。你知道你和顾总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？顾总嘴上说的再狠，但绝对不会伤害云溪半分，而你态度上一往情深，却全是耍嘴皮子，从来没有真正的站在云溪的角度上为他考虑过。我告诉你，我有的是耐心挽回他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！我承认我是个什么都没有付出，想靠着卑劣手段拿下小溪的小人。抱歉，我不知道你之前为小溪付出了那么多。小溪已经明确拒绝过了，而且他拒绝你是为了保护你不被苏连成伤害。不好意思，这件事我们自己早就查出来了。你确实比我更适合小溪。这是小溪的新号码，他现在还没来得及走，正在走廊呢，你们还可以找到他。老顾，手机号我的存，你去找。小溪，我是该叫你顾总，还是诺兰先生啊？对不起，是我太蠢。因为6年前可笑的自尊，迟迟没有发现你的苦衷和用心，说了那么多伤害的混账话，要不你打我，打到你出气为止。你都知道了？我找到了赵阿姨。很好，既然你都知道了，那你应该明白，我从来没有亏欠你什么。我知道，在这段感情上是我有亏欠。我也不觉得你亏欠我什么。过去你报复苏轼，可苏轼的管理权不在我手里，所以我没必要跟你计较。更何况后来弟弟的事情你也帮了我，我们扯平了。小溪，你能不能不要故作坚强啊？一个人和苏连成一家周旋，忍受无望的黑暗，担负弟弟的未来，甚至还有我的误解。你的心里早就不堪重负，可你的脸上却表现得那么随意。别哭，你的眼睛刚好，不能流泪。我之前忍住不见你，就是怕惹你难过。顾总，你说的这些已经都过去了，接下来的路我会自己好好走。过去6年的时间我都熬过来了，接下来什么都不会难得倒我。如果我说3个月内我能把你失去的一切夺回来呢？你是说苏轼？你是说苏轼？你应该知道，利用我是你夺回苏轼、报复苏连成最快的方式，不是吗？你为什么要帮我？我帮你是有条件的。
3个月内，我要你以助理的身份待在我身边。但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做什么违心的事情。3个月后，去留随便。小溪，我知道，过去6年的经历让你难以相信除了自己以外的任何人。既然这样，我就用这3个月让你看到我的心意。以他今时今日的地位，如果他能帮我，绝对能让我少走至少10年弯路。但是，我怎么确定你没有什么算计？我会和你签署协议，3个月后，如果我没有办法把一个苏氏完整的交给你，那么我将按照苏氏巅峰时期的市值，折现赔偿给你。听起来，我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拒绝。顾总，请多多指教。没问题。哦，对了，我这儿有一些苏氏的项目进场，我给你看看。好。之前我给了苏连成一份5000万的合约，约定如果不可以如期交货，苏氏就得赔偿我15个亿。今天就是交货日期了，显而易见，苏氏已经违约了。也就是说，苏氏现在欠你15个亿？你该不会是打算3个月之后给我一个空壳公司吧？别紧张，沉住气。你别忘了，我们签的协议里面可是约定了，3个月之后我会给你的，一定是个正常运转，市值不低于巅峰时期的苏氏。那这是苏氏现在所有商业项目的合作进程。你怎么会有这么详细的数据啊？这段时间，这笔15亿的违约金项目已经让苏连成焦头烂额了。由于他联系不上我，所以他开始低价签单抢项目，试图盘活资金链。但是呢，他太着急了。苏连成所有合作的公司也全都有股份。他很快就会发现，这些项目他全部没有办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。唉，这样一来，苏氏欠你的违约金很快就会从15个亿滚到50个亿，即便是巅峰时期的苏氏也负担不起。所以你现在只要打几个电话，苏氏就会彻底破产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现在这种情况，苏氏最着急的，除了苏连成还有谁？这还用说，所有跟苏氏有关联的人，不管是股东还是职员，肯定避免不了要受牵连的。所以我们的机会来了。什么机会？你自己看。这是你暗中接触了苏氏所有的股东，他们现在都在抛售苏氏的股份。不错，但以苏氏现在的处境，根本没有人愿意接受。所以你很快就能以很低的价格把苏氏的股份给收购下来，这样1周之内你就会成为苏氏最大的股东。所以只要你愿意的话，半个月之内你就能把苏氏完整的还给我。但我要做的不止这些。这个叫赵天的股东你还记得吗？当然记得，他是苏连成的心腹。他这个所谓的心腹欠了9位数的赌债，眼看苏氏落魄，他为了钱已经决定出卖苏连成了。他吐露的一些事对你来说非常重要，但你要答应我，看到消息之后不可以哭，要保护好眼睛，
可以吗？嗯，我会的。这是苏连成当初雇凶杀害我父母，还派人暗害我的证据。直到前段时间我才发现，你暗害的那天，就是跟我分手的当天。这些证据我已经让徐浩交给警方，过几天他们就会来处理。非常抱歉，过了这么多年，才替你讨回公道。不能哭，好不容易才复明，不能哭。别难过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谢谢，谢谢你。诺兰呢？诺兰，出来！苏云成，苏云墨，苏连成，谁叫你们进来的？我告诉你们，我要马上就过来。徐浩，你先回去。行，我派人守着，有事喊我。苏云溪，你能看见了？没错，看到我复明，你们是不是很失望？苏云溪，复明什么用？你知不知道？就是这个诺兰，他马上就要把苏氏彻底搞垮台、搞破产了。没错，苏云溪，苏氏最近签了不少项目，都面临着高额的预计。我们费了好大的功夫才查出来，那些注定无法完成的项目，背后都是这个诺兰操控的。你们终于发现真相了，发现的速度还真慢啊！苏云溪，你看见没有？诺兰他都亲口承认了，他打着联姻的幌子，从头到尾都在谋害我们苏氏。你赶紧回来，你被他给骗了。回去？回去做什么？跟我们一起去报警，靠诺兰强迫你。没错，诺兰，你跟我妹妹连证都没领，就把人强到你家，我们要是追究起来，你可是要坐牢的。诺兰，如果不想坐牢的话，那就坐下来，跟我们好好谈谈那些合作项目该怎么解决。云溪，他们说我强迫了你，不如你来说说，我强迫你了吧？诺兰先生，从来没有强迫我做过任何我不愿意做的事情。云溪，苏氏可是你父母打拼下来的，怎么你为了这个男人，难道不管你父母留下的产业了吗？没错，苏云溪，你才结婚多久，怎么就胳膊肘往外拐呢？你这么做对得起苏氏，对得起你的父母吗？苏家濒临破产，你们才想起来苏氏是我父母的产业。既然是苏家的产业，那我怎么处理都是我的事情，你们着什么急？哎，苏云溪，我可是你二叔，除了我，谁还能为苏氏考虑啊？二叔，好一个二叔！苏连成，你作为我的二叔，为苏家考虑的方式就是雇凶制造车祸，杀死我的父母，然后找人捅瞎我的眼睛，强行夺走苏氏吗？你胡说八道什么你啊！苏云溪，你父母去世后，那都是我们一家人撑起了苏氏，还收你养了你6年，你怎么能这么不知好歹，说出这种污蔑人的话？污没污蔑你，警方自然会有判断。徐浩，通知警察了吗？顾总，警察已经到了。苏连成，根据苏氏集团股东赵天的供述，你涉嫌故意杀人罪，现在需要跟我们走一趟。什么？赵天他怎么会指认我？是啊，警察先生，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有什么话回警局再说吧。苏云溪，苏云溪，妹妹，这其中肯定有什么误会，你跟我一起去警察局，你要警察撤案啊！苏云墨，你少在这做无用功啊！你还是好好考虑考虑，你被强制要求带回苏家后，你该怎么谋生吧？把他带走。放开我！苏云溪，我们可是一家人！夺回苏氏集团绝对不是短时间内能完成的。莫宁，你很早就开始计划了，对吧？是，我原本只是想帮你夺回苏氏，后来才知道苏连成害你的事情。还好之前做足了准备，才有机会趁机搜集到所有证据。
所以你表面上在欺负我，其实背地里一直在帮我做打算。我怎么可能舍得欺负你呢？从以前到现在，不都是你说什么我都听了吗？